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大家好，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本对每一位家长和教育者都至关重要的书籍《如何培养孩子的社会能力》。这本书的作者是儿童发展心理学家莫纳欧 ·B· 苏尔曼勒 ·B. 苏尔博士，他凭借着多年在儿童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和实践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系统且行之有效的培养孩子社会能力的方案。社会能力对于孩子的成长而言，就像是航海中的指南针，是他们在人生之海上航行的关键指引。它不仅仅影响着孩子当下的校园生活、人际关系，更对他们的未来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想象一下，一个拥有出色社会能力的孩子，在面对各种复杂的人际交往场景时，能够自信地表达自己，理解他人，化解矛盾，这难道不是我们每一位家长都期望看到的吗？就像著名作家海伦·凯勒所说，盲人最痛苦的不是看不见，而是不能与他人交流。对于孩子来说，缺乏社会能力，就如同在黑暗中孤独摸索，无法真正融入周围的世界。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具体的方法，让我们可以有效地帮助孩子发展社会能力。它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能够开启孩子内心深处与人交往、适应社会的大门。当我们用书中的理念和方法时，我们会发现，孩子在与同伴相处时更加融洽，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更加从容，在团队合作中更加积极主动。这些改变将为孩子的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让他们无论是在学业、事业还是个人生活中，都能够游刃有余。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究竟如何才能培养出具有强大社会能力的孩子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如何培养孩子的社会能力》这本书，去探寻其中的奥秘。1. 理解孩子的感受，社会能力培养的基石。在如何培养孩子的社会能力中，首先强调的就是要理解孩子的感受，这是培养孩子社会能力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很多时候，我们家长总是习惯于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评判孩子的行为和情绪，而忽略了孩子内心真正的感受。然而，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孩子的感受时，才能建立起与孩子之间有效的沟通桥梁，为培养他们的社会能力创造良好的开端。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他们的情绪和感受是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最初体验。如果这些感受得不到理解和回应，孩子就会逐渐关闭与外界沟通的通道，产生孤独感和不安全感。例如，当孩子因为失去心爱的玩具而哭泣时，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告诉他不就是一个玩具吗？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会让孩子觉得自己的感受被否定。相反，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他失去玩具后的伤心和失落，并给予适当的安慰，孩子就会感受到被理解，从而更愿意与我们分享他的内心世界。这种理解孩子感受的过程，实际上是在帮助孩子认识自己的情绪。情绪认知是情绪管理和社会交往的基础。当孩子能够清晰地识别自己的情绪时，他们就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并且在与人交往时，也能更准确地理解他人的情绪，从而做出恰当的反应。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孩子的感受呢？首先，我们要学会倾听。在与孩子交流时，要放下手中的事情，全神贯注地听孩子说话，不要轻易打断他们，也不要急于给出建议或评判。比如，当孩子放学回家后，抱怨老师批评了他，我们不要马上说你肯定又做错了什么，而是耐心地听他把事情的经过讲完。其次，我们要观察孩子的肢体语言和表情。孩子有时候可能不会用语言直接表达自己的感受，但他们的肢体语言和表情会透露很多信息。例如，孩子在参加一个聚会时，如果一直低着头，不与其他人交流，那可能意味着他感到紧张或不自在。最后，我们要用语言来反映孩子的感受。当我们理解了孩子的感受后，可以用一些简单的语句来表达出来，比如我知道你现在很伤心，你看起来有点害怕。这样的话语会让孩子觉得我们真正懂他们。理解孩子的感受有着诸多好处，它能增强亲子关系，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和关心。当孩子觉得父母理解他们时，他们会更加信任父母，更愿意与父母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同时，这也有助于孩子情绪的健康发展。他们会逐渐学会如何正确地表达和处理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压抑或爆发。书中提到，当孩子感到被理解时，他们的内心会充满力量。这种力量会支撑着他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时更加勇敢，就像一个小男孩在失去爷爷后一直很伤心。他的父母没有忽视他的悲伤，而是每天陪着他，听他讲述和爷爷在一起的美好时光。慢慢的，小男孩的情绪得到了缓解，他也学会了如何面对亲人离世的痛苦。2. 引导孩子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培养独立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理解了孩子的感受之后，下一步就是要引导孩子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培养孩子社会能力的关键环节。很多家长在孩子遇到问题时，总是习惯于直接给出解决方案，而没有给孩子足够的思考空间。然而，
这样的做法不利于孩子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发展。通过引导孩子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能够培养他们的创造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让他们在面对各种社会问题时能够从容应对。从心理学上讲，孩子在思考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他们的认知能力得到了锻炼。他们需要分析问题的本质，评估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并预测每个方案可能带来的结果。这种思考过程类似于科学家做实验时的思维过程，有助于孩子形成严谨的思维模式。此外，当孩子参与到解决问题的思考中时，他们会觉得自己对问题有掌控感。这种掌控感能够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当他们成功地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付诸实践时，他们会获得成就感。这种成就感会激励他们在未来遇到问题时更加积极主动地去寻找解决方案。那么，我们该如何引导孩子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呢？首先，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开放性的问题来引导孩子思考。例如，当孩子在学校和同学发生冲突时，我们可以问：你觉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冲突呢？如果你是老师，你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这些问题能够激发孩子的思维，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其次，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列出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在这个过程中，不要对孩子的想法进行批评或否定，即使有些想法看起来很幼稚或不切实际。比如，孩子可能会说把那个同学打一顿，我们不要马上批评他，而是可以引导他思考这样做可能会带来什么后果，然后再引导他提出其他更合适的解决方案。最后，我们可以帮助孩子评估每个方案的优缺点，可以和孩子一起讨论每个方案可能带来的结果，以及这些结果对各方的影响。通过这样的评估，孩子能够学会权衡利弊，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引导孩子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很多好处，它能够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让他们不再依赖他人的帮助来解决问题。在未来的学习和生活中，这种独立思考能力将使他们受益匪浅。同时，这也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团队合作精神。当孩子学会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时，他们会更加愿意与他人合作，共同寻找解决方案。书中写道，当孩子学会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时，他们就像拥有了打开世界之门的钥匙，能够在面对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时，找到属于自己的出路。例如，一个小女孩在学校参加小组活动时，遇到了一件分歧。她没有退缩，而是在老师的引导下，和小组成员一起讨论，提出了几个不同的解决方案，并最终选择了大家都满意的方案。通过这次经历，她不仅学会了如何解决问题，还增强了与他人合作的能力。3. 帮助孩子理解他人的观点，培养同理心与社交智慧。理解他人的观点是培养孩子社会能力的重要方面，也是培养同理心的关键。同理心是孩子在社会交往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品质，它能让孩子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感受和需求，从而建立更深厚的人际关系。在如何培养孩子的社会能力中，作者详细阐述了如何帮助孩子理解他人的观点，以及这样做的好处。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同理心是一种高级的情感认知能力，它涉及到对他人情绪的感知、理解和共鸣。当孩子能够理解他人的观点时，他们就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这有助于他们更准确地理解他人的情绪。例如，当孩子看到同学因为考试没考好而伤心时，如果他们能够理解同学是因为努力了却没有得到好成绩而感到失落，他们就能够给予适当的安慰和支持。此外，理解他人的观点能够促进孩子的社交智慧发展。社交智慧是指在社会交往中运用智慧和策略的能力。当孩子能够理解他人的观点时，他们就能够更好地预测他人的行为和反应，从而在交往中更加游刃有余。他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境和对象，调整自己的言行举止，以达到更好的交往效果。要帮助孩子理解他人的观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阅读故事书或观看电影，然后讨论其中的人物角色。在讨论过程中，引导孩子思考每个人物的想法、感受和动机。比如，在读完小红帽的故事后，可以问孩子：你觉得小红帽为什么会相信大灰狼的话呢？大灰狼为什么要欺骗小红帽呢？通过这样的讨论，孩子能够学会从他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其次，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多与不同的人交往。在交往过程中，引导孩子注意观察他人的言行举止，并尝试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感受。例如，当孩子和一个新同学成为朋友后，可以鼓励他多了解新同学的生活背景、兴趣爱好等，这样有助于他更好地理解新同学的观点。最后，我们可以和孩子进行角色扮演游戏，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孩子能够亲身体验他人的处境和感受。比如，可以和孩子一起扮演医生和病人，在游戏中，孩子可以体验到病人的痛苦和无助，从而培养同理心。帮助孩子理解他人的观点有着显著的好处，它能够培养孩子的同理心，让孩子在与人交往中更加体贴、关心他人。当孩子有了同理心，他们就能够与他人建立更深厚、更真挚的友谊。同时，这也有助于提高孩子的社交能力。
他们能够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中的各种问题，避免冲突和误解。书中指出，当孩子能够理解他人的观点时，他们就如同拥有了透视人心的能力，能够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例如，一个小男孩在学校里看到同学因为被老师批评而难过，他主动上前安慰，并表示自己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通过这次交流，他不仅赢得了同学的友谊，还学会了如何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感受。4. 教会孩子解决冲突，培养冲突解决能力与团队合作精神。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与同伴之间的争吵，还是与家人之间的意见分歧，都需要孩子学会如何解决。如何培养孩子的社会能力，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教会孩子解决冲突的方法。这些方法不仅能够有效地化解矛盾，还能培养孩子的团队合作精神。从心理学上讲，冲突解决能力是一种重要的社交技能，它涉及到情绪管理、沟通技巧、问题解决能力等多个方面。当孩子学会解决冲突时，他们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冲突升级。同时，他们也能够运用沟通技巧，与对方进行有效的交流，表达自己的观点和需求。此外，解决冲突的过程也是一个团队合作的过程。在解决冲突时，孩子需要与对方协商、妥协，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这种协商和妥协的过程能够培养孩子的团队合作精神，让他们学会在团队中与他人合作，共同解决问题。教会孩子解决冲突的方法有很多。首先，我们要教导孩子学会冷静。在冲突发生时，情绪往往容易失控，我们要告诉孩子先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再处理问题。比如，可以教孩子深呼吸，或者暂时离开冲突现场，等情绪稳定后再回来。其次，我们要教导孩子学会倾听。在解决冲突时，倾听对方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告诉孩子不要急于打断对方，而是要认真听对方把话说完，这样可以避免误解，并且能够让对方感受到被尊重。最后，我们要教导孩子学会协商和妥协。在了解双方的观点和需求后，要引导孩子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鼓励孩子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并且要学会在必要时做出妥协。例如，当两个孩子因为争抢玩具而发生冲突时，我们可以引导他们商量出一个轮流玩玩具的方案，这样既能满足双方的需求，又能化解矛盾。教会孩子解决冲突有多方面的好处，它能够培养孩子的情绪管理能力，让孩子在面对冲突时能够保持冷静，避免做出冲动的行为。同时，这也有助于提高孩子的沟通能力，他们能够学会如何与他人进行有效的沟通，表达自己的观点和需求。此外，这还能培养孩子的团队合作精神，让他们在团队中能够与他人合作，共同解决问题。书中提到，当孩子学会解决冲突时，他们就如同拥有了化解矛盾的神奇力量，能够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例如，一个小女孩在学校里和同学因为玩游戏时意见不合而发生冲突，她在老师的教导下，先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认真倾听同学的想法，最后提出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通过这次经历，她不仅学会了如何解决冲突，还增强了与他人合作的能力。5. 鼓励孩子承担责任，培养责任感与自律能力。责任感是社会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必须培养的品质。如何培养孩子的社会能力？强调要鼓励孩子承担责任，这不仅有助于培养他们的责任感，还能提高他们的自律能力。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责任感是一种内在的道德品质。当孩子承担责任时，他们会觉得自己对某件事情有义务和使命。这种责任感能够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促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去完成任务。同时，承担责任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约束的过程。在承担责任时，孩子需要克制自己的冲动，遵守规则和承诺，这有助于提高他们的自律能力。此外，鼓励孩子承担责任能够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当孩子成功地承担起责任并完成任务时，他们会获得成就感，这种成就感会让他们更加自信，他们会觉得自己有能力做好事情，并且愿意接受更多的挑战。要鼓励孩子承担责任，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我们可以给孩子分配一些适合他们年龄和能力的任务，例如可以让孩子帮忙做家务、整理自己的房间等。在分配任务时，要明确告诉孩子他们的责任，并且要给予适当的指导。其次，我们要对孩子的行为负责。当孩子犯错时，要让他们承担相应的后果。例如，如果孩子打破了东西，要让他们帮忙修理或者赔偿，这样可以让孩子明白自己的行为是有责任的，并且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最后，我们要给予孩子肯定和鼓励。当孩子承担责任并完成任务时，要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这样可以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并且让他们更加愿意承担责任。鼓励孩子承担责任有很多好处，它能够培养孩子的责任感，让他们学会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负责。同时，这也有助于提高孩子的自律能力，他们能够学会克制自己的冲动，遵守规则和承诺。
此外，这还能增强孩子的自信心，让他们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书中写道，当孩子学会承担责任时，他们就如同拥有了掌控自己人生的力量，能够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例如，一个小男孩在学校里负责管理班级的图书角，他每天都会认真整理图书，并且会提醒同学们按时归还图书。通过承担这个责任，他不仅学会了如何管理图书，还培养了责任感。通过以上对如何培养孩子的社会能力这本书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培养孩子的社会能力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但同时也是一项充满希望和收获的任务。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系统且行之有效的方案，让我们可以更好地帮助孩子发展社会能力。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所提供的方法，更在于它让我们重新审视了孩子的成长过程。它让我们明白，孩子的社会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引导和培养。我们作为家长和教育者，要时刻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引导他们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帮助他们理解他人的观点，教会他们解决冲突，鼓励他们承担责任。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但不要气馁。就像书中所说，培养孩子的社会能力就像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短跑。我们需要有耐心和毅力，持续不断的努力。相信只要我们用心去做，就一定能够看到孩子的成长和进步。最后，我想呼吁大家行动起来，拿起这本书，认真的阅读并践行书中的习惯。让我们一起为孩子的未来努力，为他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记住，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我们不能错过任何一个可以帮助他们成长的机会。让我们用爱和智慧，陪伴孩子走过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培养出具有强大社会能力的孩子，让他们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自信地前行。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让我们从现在开始，从这本书开始，为孩子的社会能力培养迈出关键的一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孩子将会成为社会中闪耀的星星，拥有幸福成功的人生。谢谢大家。